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西游记世界》。开场的剧情，这些小和尚和三藏被偷走了，咱们的悟空去救回他。其实这款游戏之前给大家录制过，很多小伙伴是看了这款游戏入我的坑的。那今天是20年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说我要把这一天呢留给我小时候喜欢的怀旧游戏。这款游戏是1988年出品的，到现在32年了。很多小伙伴可能不了解，这款游戏原本它不应该叫做《西游记世界》，而且呢，它是一款换皮游戏。刚刚咱们领到了短剑和金丹，金丹就是额外给你一次生命了。这里是第一次的 BOSS 战，这个比较简单了，4刀就完事儿。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刚才说了，这是一款换皮游戏，然后它换皮的换的是神奇小子2代。救出了一个小和尚，那他给了咱们一个提示，这个提示呢可以用到本作的最后一关的迷宫。你每救出一个小和尚，他都会给你1条或者2条信息，帮助你走最后的迷宫。那小时候没有汉化版，所以说小时候拿到这种提示也没有用，最后的迷宫呢卡住了很多小伙伴。在接触到了互联网之后，我才知道这是一款换皮游戏。小的时候觉得这款游戏真的是精品，加入了很多 RPG 元素的盔甲、武器、鞋、盾，还有临时道具、血量、升级等等。那神奇小子1代的换皮呢，是换给了冒险岛。这个没想到冒险岛和西游记啊，还能产生这样的关系。当然，这和当年的游戏环境啊、版权等等是分不开的。现在很少能见到这种情况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问号，这个问号很关键。在这里呢，有一封信，它是一整条的任务链。咱们用信，然后找八戒换笛子，用笛子呢再去找沙和尚。换经书，经书之后换文章，文章之后换水晶，就是一整条的任务链。这条任务链最后换到的水晶球，能够削弱最终 BOSS 牛魔王的防御。另外还有一个分支路线，这个分支路线呢是拿到了斩铁剑，这个分支路线就是帮助咱们升级武器的，最后咱们可以拿到金箍棒。第2关也差不多了。当年这些隐藏要素应该是找不全的，因为很多的任务提示呢，咱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来这儿买一双鞋。那装备系统呢，左侧的一会儿过关的时候大家能看见，左侧的是临时道具，右侧的是永久的，得到之后呢就一直装备着，包括了武器、盔甲、盾还有鞋这4种。本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呢你可以站位打，也可以呢趁他下来的时候高度不高的时候把他干掉。难度不高，后面有加强版的这个 BOSS。 又给了提示，这关过关了。左边的书信是一个任务道具，金冠是临时增加你的防御力的，另外手套是临时增加攻击力的，金丹呢就是额外多1次生命。如果你的血量被咬没了，消耗1个金丹，你的血呢又会加满。现在有了汉化版，可以很直观的看见装备的说明和名字。当年可没有这种待遇啊。这个汉化版是汉化你妹汉化组汉化的，说起来有一点绕嘴。这个汉化组呢，就是做大字体的汉化版游戏，所以他们汉化的游戏你看起来都非常的舒服。
而且呢，汉化的大部分也都是名作。这里是买盔甲。本作的商店系统和装备的等级系统是相关的。你在商店买到了一个等级的装备之后，那么商店后面会刷新这个等级之后2个等级的道具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可以拼命，也可以这样一点一点打。那上次给大家录制，我采用的是 AB 拼命的方式，这次呢，咱们就走位。包括最后打最终 BOSS 迷宫的时候，那个走法，大家可以当做攻略来看。现在是铜铠和皮盾。那现在的这种装备系统、装备等级系统和商店的刷新系统，它实际上给你一定的操作空间，就是你要决定我现在买什么等级的装备。比如说呢，最后一级的装备需要540块钱，倒数第2个等级需要360，那你要考虑你要不要买倒数第2等级的，因为呢，最后2个等级你都买了，你要花800块钱、900块钱，你才能够买到顶这个装备。如果你买倒数第3级的以及最后一级的装备呢，你可以少花很多钱，这个需要玩家来取舍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本作的钱是够用的，最后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好的装备早买就早享受了。这里是任务链的第2个隐藏点，找到了8戒。8戒呢给了咱们一个笛子，咱们要到后面去吹。鳄鱼还是比较讨厌的。其实鞋子和甲的重要性远远要高于盾。这里一个 BOSS 混世魔王，你可以看成是前面 BOSS 的加强版。砍的多了。咱们现在这把已经不是佛祖给的小刀了，应该是那把斩铁剑了。斩铁剑后面还有一把斩妖剑，斩妖剑后面是七星剑，七星剑后面是金箍棒。这里给了2条提示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打完 BOSS 之后都跑过来去砍这个小和尚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的小伙伴请举手。要我说呢，就是像我一样我小时候就有点手欠，反正打死 BOSS 之后回头就来砍和尚。隐藏的钱还是不少的，但是其实装备对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，最关键的还是操作和打法。有一把武器就好了。刚才捡到了一个隐身衣，隐身衣是一个时效性的道具，而且呢，本作还有很多的副武器。副武器最好的就是闪电了，通过调整秘技可以得到99个闪电出门，几乎可以一直用到最后一关。这种蝙蝠一刀砍不死，不要动。打出的这些手势是增加你的经验值的，经验值的高低影响到你屏幕左上角的血量的多少。咱们现在是6滴血，满了呢是10滴血。这里有个 BOSS， 4刀干掉，给了一把斩妖剑，这是第3等级的装备了。武器等级一共是5。钢铠，钢铠再往上就是黄金铠，黄金铠就是顶级的了。如果想省钱的话呢，咱们不买钢铠，买左边那个，然后后面再买黄金铠。但是你早买的话，你这个防御力提升的就比较早。所以说这2种购买方式呢，需要玩家权衡，有利有弊吧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赚钱方式、赚钱效率有信心的话，你可以早买。
又给了2条线索。因为本作的线索数量要大于这种小和尚的数量，所以它必须有的小和尚呢，给你提供1条以上的线索，你才能够顺利通关，才能够知道最终迷宫的走法。有一个道具咱们始终没有捡到，就是增加攻击力的那个手套。本关开场这里有难度，因为本作的操作方式上还有手感上是有一点惯性的，让你感觉有的时候跳到台阶上站不住，这样这种比较精细的跳跃就比较困难了。这2个老虎干掉了，都有钱拿。这个场景向上走，好，这里有几个钱袋可以拿。如果你从右边走了，右边最后会有一个加血的商店，给你加血。咱们就走一个近路了。鞋，这种鞋呢，可以增加你跳跃的滑行的距离。鹅叉女的话，她会问你问题，你如果答对了，就可以不和她打架了，直接把钱给你了。好的，救出了小和尚，过关。一共是11关，但有的关卡流程是比较长的，有的呢不到2分钟就能过关。总体来说，这款游戏如果你想通关的话，需要25分钟左右。速通的话会快一点，有一些隐藏就不能拿了。这里咱们买一点雷神骨，买一点闪电，前面打小 boss 的时候有用。就是这里，这个怪呢，它碰到你了，你是掉钱的，而且呢，它有很多的小的召唤怪，所以咱们利用闪电把它的小怪清了，堵在角落把它干掉就成了。七星剑，这不像七星剑，像拿着一把菜刀。佛祖告诉咱们向西走，也就是向左。那咱们是从左边来的，往回走能看见一个升降台。这个场景的钱袋非常多，小心一点探索吧，不要掉下去了。震他俩一下，一个钱袋30-40，它是有个范围的，有点随机的要素吧。这些钱袋可以买一个顶级装备了。咱们的血量7滴血了。这里不往上爬，咱们爬后边的，后边那个才是正确的吹笛子的地点。好，捡到了隐身衣，可以往前莽一波。这就是加你的攻击力的手套。你挥舞几次武器之后呢，这个手套就消失了。注意，这一层不停，下一层拼命的往左按。拼血也无所谓了，杀师弟在这儿。他把经书给咱们了，这样可以利用经书来和佛祖换文章，最后再用文章换水晶球。
芭蕉扇的话，打特定的 BOSS 好用，尤其是地面的。像这种推它的话，能推很多波。有的时候3刀它跳，有的时候4刀。武器比较好，打 BOSS 就快。这里又给了2条线索。过关了。官方吐槽，这趟旅途也差不多过半了吧？确实过半了。咱们的金冠保留的时间还比较长，因为咱们很少挨打，它能够为你承担几次伤害就飞了。这里买了个盾。同样的，如果想省钱的话呢，先买120的，后面再买贵的。隐身衣，隐身衣这里不错，因为有几个胡阿奇大王在这儿。咱们要进这里，好，打倒了镇元就可以拿金箍棒了。利用你的盾来挡他的攻击，堵在角落一顿输出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如意棒。好，现在手里的武器就是一根棍了，快跑快跑！拿着金箍棒，突然遇到这个怪，让我没有自信了。我一个顶级武器打这种小喽啰兵，竟然需要3下。好，又一个隐身衣，那直接到 BOSS。和他拼命了，咱们隐身呢，捡了一堆钱袋。武器收满，700多块钱可以升一个装备到顶级了。血量呢又加了1滴，8滴血了。其实在你的操作比较娴熟之后呢，装备除了武器之外的装备是无所谓的。血有一点用，但是盾呢有一个初始的，我感觉就成了。好，这里可以买个黄金盾。到头了。300多，那500多的黄金铠咱们应该买不起了。下一关再说了，反正平时也很少挨打。这种 BOSS 一刀一个了。买一个鞋。这是一个超大的血，可以一次性把血加满。但是这个加血方式我不喜欢，你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直接往上加就成了。他还非要呢，先给你退到头，再给你加，这个就比较恶心，耽误时间。这个家伙呢是往下扔那种小野人的，小野人还会发射石头来打你。所以说在这里就把它站点，把它堵在角落堵死就完事儿了。钱袋，哈哈，这次打到它了。商店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类型，你比如说加血的商店，可以花钱把血量补满。那还有一种是看起来它是卖首饰的，一个20，一个40，20块钱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比较模糊的情报，40块钱呢就比较准确。这关需要把咱们的经书用掉了。又捡到了加防御的，从这儿下水往左去，进这个门2次。第一次它看起来呢是一个卖副武器的，第2次你就可以看见佛祖了。佛祖在后门，
和他换到了文章。隐身衣，好东西。如果没有隐身衣的话，过这里是需要掉血的。除非呢你有闪电，不然过这里太费劲，时间太长。刚拿到的副武器就全扔了。又一个隐身衣，这个隐身衣给的好，因为前面这里咱们需要跳河，跳火焰河。好，继续往下走。这里和拿金箍棒那个地点地形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敌人不一样。走人了。这个地方就是拿水晶球的地方，咱们需要一直往右走，最后一个门。血量最大值已经9滴了，连续给了2个隐身衣。好的，水晶球入手，这样打最终 BOSS 会简单一点，起码砍他的次数变少了。BOSS 战，拼了！前面都是走位打的，这次和他拼命。这里给了基本上是最后一个迷宫的提示了。那马上要最后一关，因为这里呢商店扎堆儿，所以说我来买一下。装备的话，我记得还差一个黄金铠。另外，咱们最好再买一点闪电，540。闪电的话对走迷宫有帮助，有一些怪你不用打，闪电清他一下，趁他闪光的时候直接就走过去了。最后一关咱们的血量应该是能升满的。本关结算9滴血的决算的经验值非常多。2万多。最后一关的迷宫，大家注意这个走法吧，可以当成攻略来看。就是往前冲。这双鞋有用。这双鞋一会儿呢，在井里先往左，再往右站位，下来之后向右边飘一会儿，需要用到这双鞋的。如果没有这双鞋，你就下去撞那些小蛇。就是这里飘过来，这样不用掉血，所以这双鞋给的是真的好。把这个花干掉才会出现。好，向上的平台，左右跳。左右跳这里是比较容易出错的。所谓的容易出错呢，是很多时候咱们直接上了一层之后就往右边走，其实这里还需要继续向上。打完它之后出现一个隐藏的台阶，继续往上跳。跳这个需要很好的节奏感。你要把砖块站瓷实了，再跳下一次。这里向右，好，又捡到闪电了，不错。血，震一下，快跑！这里敌人非常多，走上路。这个怪扛打。金箍棒打这么多下，震他们，不然这里就吃大亏了。没有闪电，刚才那是比较难的，需要掉很多血。血量加满了，
刚才把级别升满了，可以了，离最终 BOSS 不远了。这个地方给了一个台阶，给了一个电梯，非常的坑。很多小伙伴可能看见这个直接就走上去了，不要上当。哦，震源无所谓了。这里就是最终 BOSS 的场景了，大家应该注意到背景的颜色变了。牛魔王登场，他已经被削弱了。武刀变身，第二形态削弱之后是24磅，在墙角挨了24磅，这真的是顶不住。大家有兴趣可以数一下。打完，三藏我也用棒子捅到他了，把经书带回长安，为世人吟诵，让悟空跟着一起去。最后还有一次结算，经验没有到50万。救回来了，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怀旧向的《西游记世界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